还在为明天之死内疚，用不着自责。陛下执意重用寒门对抗世家，才有明天之死。这本与你无关。太师是来询问办案进度的吗？老夫来是想提醒你，别被人当了棋子。你当初送我进宫，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成为皇上的近臣，然后为秦家争取利益。秦家的棋子还是陛下的棋子，有区别吗？你说的对。对于棋子来说，若是想赢棋，选对执棋之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殷家的大仓盛世和秦家的大仓盛世有区别吗？乐鱼，乐鱼，你怎么样？无碍，一点旧伤。陛下，你为何会来此处？朕猜到你一定会来此祭拜明谦，殷从又不在，我担心他们会加害你。若非我此番行动被人察觉，让他们先行一步，明大人他也不会一死明志。明大人一生磊落，竟遭此横祸，其中定有隐情。朝堂之上，殷从也被他们给利用了。如今局面危急，查清真相才能扭转局面。朕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定也需要有人协助。陛下，我想再去趟国子监，那里可能还有线索。好，先去给你治伤。是失败了吗？是啊，太师，那苏乐鱼被一个年轻人给救走了。可是听他们描述，我怎么感觉那个人像是陛下？越狱之后意外死亡，这个故事很精彩。可是现在这个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。难道真让那苏乐鱼在外边就这么查下去啊？此番明谦之死，陛下已甚是不悦。我收到暗报，陛下出宫前调遣过暗卫，恐怕对我们已有防备。若此时杀死苏乐鱼，不仅毫无用处，还会让陛下在这件事情上借题发挥。你现在当务之急是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仿写明谦诗稿的人需尽快处理掉，做得干净些。西家的教训可就在眼前。刘文崇说那狐妖无故消失，很是蹊跷。我怀疑这里可能另有机关通往别处。要一国之君与我深夜溜进这国子监，还真是委屈陛下了。
少时你我逃学没少干这种事情，这些年来技能还没生疏啊。这国子监内外，你我都算熟悉，但要找到那处机关，恐怕还需要些时候。我想那凶手，应该对这里也是极为熟悉的。这边。你看，怎么了？有风。走。想必那凶手就是从这儿逃走的。处有些诡异，小雨，小心些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想到那暗道如此长，居然到了城外竹林。也许真相就隐藏在这里。你相信这世上有妖吗？妖，我没见过，但假扮妖邪之人，我倒见过不少。怎么，陛下怕了？哈，朕怎么会怕这些卑劣伎俩？定是有人在背后装神弄鬼。那呈现的亮光，许就是方才那些提灯而行的所谓狐妖。走吧，去看看。等等，这是山路繁复，以防万一。刚才那些亮光，分明就是这个方向，怎么不见了？奇怪了，如果是重复的路，也没有看到路标啊。这一路走来，像是有人在跟着咱们。要是那样，路标许就被毁了。何人？出来！你是？小人孟知县。深更半夜，你为何在此？小人乃是陆娘子同窗，得知她的死与狐妖有关后，就一直牵挂此事。听闻这里夜间有狐妖出没，便想来此查探一番，却不曾想，在这竹林里迷失了方向。那你今晚到此，可查出什么？小人刚来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迷了路，什么也没发现，还摔了一跤，磕破了手。此处灵秘物大，你又受了伤，赶紧回吧。也好，也好。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小人告退。
陛下觉不觉得这个梦之醒有些奇怪？确实有些怪异，夜深林密，竟能跟我们碰见，未免也太巧合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迷路了，路标肯定被毁了。夜色浓重，竹林茂密，根本看不清前路。我们这样走下去不是办法。你还记得少时先帝教过的观星之法吗？哇，好多星星啊！那颗最亮的叫什么8月峨眉月上弦，长庚星于子时之后出现在东方，为启明星。启明星。？8月，子时已过，所以这天上最亮的是启明星。那里，那边是东方。找到了方向，我们就能走出去了，向着启明星的方向。启明星预示着否极泰来，带来希望与光明。可见拨开云雾，必见真光。就算一时被表象所迷惑，终有一日定能找到真相。陛下如今的处境，一如那圣国妖后陆渊，功过都在别人口中。陛下，当真不易辩驳。无愧于心便好。朕无所谓世人的看法，只要你懂朕就够了。走吧。你不妨继续盯着他们，看看他们重用寒门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。神不讲，明明看见他们进来的，这里面定有蹊跷。果然有诈。学以蓄德，才以济世。此字落款陆月英。这里除了一些古籍之外，便是陆月英所写的一些文章还有诗词。他可能以前在这里住过。你看这个。陆月英的父亲竟是当年官拜宰相的陆九章，陆相。陆相当年因反诗获罪，着实可惜。先帝当年广开言路，为何会如此？想必此案另有隐情。这诗集有夹层，但里面是空的。乐宇，你看这个。嘉宁15年，进士上榜15人；嘉宁20年，进士上榜17人；嘉宁10年，进士上榜25人。
这些文稿写的都是些科考中举的人名。嘉宁21年，陆九章被罢官，这些名单都是他担任宰相时通过科举的进士名单。他还做有批注，待观察和有嫌疑。他定是怀疑他父亲的罢黜和科考有关。我们先把这些带回去。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虚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。自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居职，后至亲父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。尔来20又1年矣，先帝知臣谨慎。装神弄鬼之辈，可敢以真面目示人？灵狐本是祥瑞，代表智慧机敏，只是被世人曲解为妖，何来装神弄鬼一说？两位金贵清俊，气度不凡，绝非是路过这偏僻书院这么简单吧？这位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们2人是因调查探花陆月英之死，偶然从他国子监房间中的密道找到这儿。下课吧。管差，我们不是，但我们都与陆月英因科考而结缘，便不能坐视不管。先生，冒昧问您一句，您可是陆相？你们如何得知？陆相，探花搜集了早年科举的名单，时间都在您被罢官前后。陆月英就是陆相您的女儿，而她如今死得不明不白。您当真不想查明真相，还您女儿一个清白吗？当初他若是听我的话，不去参加科考，也就不至于丧命。先生何出此言？探花之死事关重大，难道你不想查清自己女儿的死因，洗刷月英身上的污名？这本诗集，先生可见过？先生，这本诗集很可能关乎着您当年反诗一案，也关乎着您女儿的死因。您当真能眼睁睁地看着您女儿的含冤不白？没见过就是没见过，二位请回吧。君子必怀要正，待时而动。先生，此时不动，更待何时？爹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您这句话说的真好，女儿定要效仿爹爹，以迎新之光点万家灯火。
我们说起陆月英收集了当年的科举名单时，陆相他丝毫没有感到惊讶，他应该早就知道这些事情，而且那书卷夹层里的东西，也可能是被他拿走的。陆相隐居于此教书，为何要让学子们假扮成狐妖在夜晚前来？除非他知道有人会针对他。想必当年之事有重大隐情。陆相不愿陆月英参加科考，便是因为他了解女儿的性子，担心她高中之后便要为自己翻案。那陆月英的科考，说不定是背着陆相参加的。他留字条跟我说，事关科考舞弊。我想，说的也许是当年之事。这件事还得在陆相身上找答案。年少读书时，知道书卷浩繁，无分贵贱，凡是有志于学者，皆得而读之，却从未想过，有人会为了读书而费尽周章，为了科考而历尽艰难。的确如此。昔日陆相不惧世家，却因言获罪，后半辈子宁愿在这深山里默默教书，也不愿再为朝廷出力。想是心念已灭，再无所求。若他当真是心念已灭，便不会有这书院了。其实他内心深处还是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月明云开。但愿如此吧。我在山脚下找个地方住，这几日我多来些，或许还能有转圜的余地。有人跟从。殷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凤只调查探花一案，寻访到这儿。若早知道陛下与贤妃会来，臣自不会来。朕做事还无需向你交代。自然，陛下做事向来不计后果，无需和任何人交代。殷从，我与陛下并非不信任你，只是事发紧急。陛下信不信我都是天恩，同样不必交代。我殷从对大仓、对先帝忠心可见，所以，唯独不忠于朕。殷从，不要说了。陛下，莫要误了早朝。乐玉，你也怀疑我是吗？殷从，不论我与陛下是否怀疑你，你都不该那般对陛下讲话。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又能如何？昔日你嫁他时都无奈于反抗呢，可如今你对他，还真是情深意重。你一直在介意我嫁他为妃这件事情，那在你心里我该怎么做呢？谋反吗？你当真相信他会为给天下学子出头而得罪世家吗？陛下现在的样子，与在玄机阁看到的大不相同。你仔细想想，昌定桥一案铲除西家，再到探花案，他暗中协助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无不让我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他。殷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当年之事另有隐情呢？你都亲眼目睹先帝死在你面前了，不是吗？一个对亲生母亲都能下此毒手的人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我也不明白他为何要那样做，可这段时间，他让我看到了他想要改变这个浑浊朝堂的决心，也让我看到了他
他在试图完成先帝的遗愿，这让我很矛盾。殷从，我定会查明这一切的。昭行司有急事，这是昭行司的信号弹吗？是，我得回去了。难道？那晚在玄机阁，还有昭行司的人，而当年昭行司正卿是钱家的人，难道？看来我得想办法去趟昭行司查查了。全都带走！拿人！住口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里是些妖言惑众，聚众闹事，蛊惑人心，带走！走！污蔑！走！污蔑！走！放开我！快走！快点！你们这是污蔑！走！快，跟我走！追！别让他跑了！到了，快！先生，快前进。先生，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敢问二位究竟是何身份？在下苏乐玉。贤妃娘娘，那您是陛下？参见陛下。先生不必多礼。陛下和娘娘今日搭救老朽，不知……陆先生，你应该已经看到了，您一忍再忍的结果是什么？女儿高中后身死，书院也被破坏。陆先生，一味的忍让是不能真正的保护天下学子的。您越是忍让，他们只会越发得寸进尺。是老朽难堪大用。之前你们问我是否见过那本诗集，我不想再起波澜，就没有实言相告。那诗集，它没能铲除奸佞，却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先生被罢官，可是与此事有关？我发现吉大世家的授业名单之中，有不少参加完科考的学子。我怀疑，这些敷衍学子是要借机投靠世家，以获举荐，于是便向先帝提议革新科举制度。陛下，科举在即，不少学子入都，四处拜谒，以求举荐。然这举荐对其余考生极为不公。臣提议取消世家举荐之制，以求科举公正。准奏。谢陛下。却不曾想，此举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他们借由反诗为名，将我缉拿。陆相，这反诗乃是你故意留在宫中的，竟敢污蔑当今陛下！带走！污蔑！我要见陛下！我要见陛下！那首诗的确是出自我手，世家的爪牙眼线遍布朝野。我本意是想用诗文提醒先帝早做防备，不曾想被世家之人截获，诬陷成反诗。当时又遭遇外敌入侵，先帝需要世家力量抵御外敌，只能顾全大局，将我罢官，保我性命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对大仓的朝局愈发感到忧虑。自那以后，我便携家眷隐居山林了。我从小教月英礼仪廉耻，为人之道。月英也结识了很多寒门学子，有志之士。在他们身上，我又看到了大仓的希望。但世家势大，我担心若被发现，会影响学子们的前途。于是，我借用狐妖的传说，只在夜晚教书。
陆先生。后来月英发现了我藏在事迹中的证据，知道了我曾经被世家陷害过，便起了要为我翻案的念头。我深知此举如以卵击石，于是便把事迹中的证据拿了出来。爹，你去了国子监，若你参加科考只为功名利禄，任凭于你。让为其他，我绝不答应。爹，这天下寒门学子的前途，可都要被这污秽的官场给毁了，您清楚的呀。先贤曾言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圣人周游列国，只为劝君主仁政。今日，女儿也要效仿先辈，正身立命。你，爹，爹，没能拦住，是我害了他。陛下，恕老朽无能，我连小女都庇护不了，又何谈保护天下学子？月英之死，还是不要再查下去了。难道你就不想为你女儿伸冤吗？陆月英一身才气，满腔抱负，却要在死后被冤枉舞弊。我当然想，可我若是替他伸冤，那些满腔热血的学子定会跟随而上。如果被世家报复，我便害了他们。朕深知这朝堂积弊已久，世家把控科考，阻塞贤才之路。朕一直渴望能够打破这腐朽之局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选拔制度，让有才之人能够为朝廷所用，无论男女。陆先生，这本也是先帝的心愿。女子科举本就不易，陆月英志向远大，才华出众，本可有大好前程。可她不惜得罪世家，为给天下士人争一个机会，难道您就甘愿如此躲一辈子吗？您是陆月英最敬仰的父亲，却自保避祸，上不求为世人清朗考场，下不愿为女儿申辩冤屈。陆先生，他日若您与女儿冥府相遇，你又该如何面对呢？老朽半生沉浮，恍若钝刀粗磨，竟未觉此身已成朽木。应日娘娘之言，振聋发聩。罢了，今日老朽便同陛下、同娘娘一道，同天下学子一道，同月英一道，澄清玉宇，一荡乾坤。我将名单缝在了这衣服中，只要与当年众亡之人做出对照，便可知其中端倪。多谢先生。你与先生在此，我去便回。乐宇，万事小心为上。你也是。陛下，京城核实，寿宴名单上的人，的确都是当年科考中举之人，现他们都已任各地州府官员，或任中都要职。朕刚比对了下，这个王陵很是可疑。去查查翰林院学士王陵可曾在科举前后举办过类似的宴请，如有，
务必查验核实。臣遵旨。陛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着人暗中保护书院和陆先生了。这王林在近几日给母亲办了大寿，礼单上的人，皆在2甲名单之列。王林，所以那晚刘文崇看到的，与陆月英发生争执之人，有可能是王林。因为王林可被称作为学士，且夜黑风高的。刘文崇许是看错了。他们现在在用同样的方式，让岳眷官接受行贿。只要不动前3名，就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。王林定是想拉拢陆月英，才与他发生的争执。笼络了前3名，再将科考上榜之人在封官时通过世家举荐，分派到各个重要职位上，这样大仓便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。陛下，必须当机立断，否则恐会夜长梦多。如何搜查王林？看来必须要招行司出面了。不如我装扮成招行司官差的模样，一起行动，如何？那你万事要小心。饿了吧？特意给陛下找了些吃的，陛下最好甜口，尝尝看。只有你知道，朕喜欢淑妮馅儿。陛下如今的处境，功过都在别人口中，陛下当真不易辩驳。无愧于心便好。不忘追逐星河太过漫长，与你长相守对相望。任你来到我身旁，此生长脸微扬，回忆辗转心相随，此情永无悔。太多是非，痛彻心扉，擦去你眼角的泪。时光流淌，日月琳琅，我会等山河芬芳，满尽风归。一生烟雨，莫留自孤影匆忙。万缕情长，自相逢眉间萦绕。历尽阡陌路途遥遥，千帆过尽天涯海角。何惧人间聚散离别无常，与你白首对影成双。愿你来到我身旁，此生长脸微扬，回忆辗转。你的伤怎么样？好多了，陛下给的金疮药果真灵验。管用就好。时光流淌，日月琳琅，我会等山河芬芳，满尽风归。所有人听好了，先将府内所有人控制起来，一定要快。是。陛下派你来监视我，为了那窃国之人，你还真是尽心尽力。你倒也不是什么谋逆之人，又何来监视一说？殷从，隐藏在背后的毒瘤就要被挖出，你我还是关注眼前之事吧。
大人，屋内并无可疑之处，这边也并无发现。大人，这是干什么？王大人，别紧张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殷大人，手下留情啊！殷大人，殷大人！王大人，真是政绩卓著。与我走一趟吧。陛下，昭心司查办了王林家，果然发现了许多不法之财。王家的人要连根拔除。嘉宁29年。嘉宁29年9月初6。果然。那晚有一只昭行司的官差去过全集阁，这上面并没有他们回来交差的记录，说明他们再没有回来。昭行司直事录，乐于你调查我。你果然在替殷长言监视我。殷正清，遭人背叛，滋味如何？太师深夜造访，有何贵感？自是有事相求。堂堂太师，权倾朝野，来求我一个小小正卿。苏乐瑜和殷长眼这么不相信你，你难道就不想做点什么吗？太师希望我做什么？向陛下和贤妃主动示好，我们才有机会盘算下一步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站在你这边？西家没了，王家也快了，下一个就是秦家。你会同意的，秦从。替我去找一物。何物？那物长在山间极阴潮湿之处，好生寻找。是。刚刚宫里传出了消息，5弊一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翰林院学士王林革职查办，
查抄了家产，1个月后重开科考。重开科考？虽说王林被革职查办，可世家之人却还是手握大权。如果不彻查清楚，如何杜绝舞弊啊？是啊。不仅如此，现行的科举制度不改，舞弊之毒虫必将再生。各位，小生也代表大家去击鼓鸣冤，告御状。对，告御状。乐于，你穿成这样去做什么？街上有巡街衙役，万一被看到发现了怎么办？你关心我做什么？你不怕我帮那窃国之人监视你了？乐于，我承认想起玄机革制事时，总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但从亡灵之事上，我看到了陛下重振朝堂的决心。如今大仓的局面，只要能国泰民安便好。乐于，我们要护的是大仓，不是吗？殷从，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你这是去做什么？我不能再躲下去了，一直躲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如今贪腐之事虽已查清，但我要是再躲下去，陆月英的冤案就永远无法昭雪，这背后有多少蝇营狗苟，将永远被埋葬。你是要去？没错，我相信如今的大仓。走吧。告御状！告御状！诸位冷静！你是何人？为何要阻拦我？你将来还要科举入仕，现在击鼓便是与官为敌，切莫自毁前程啊！哼，自毁前程？我等前程都要毁在贪官污吏手中，何须自毁？就是对，何须自毁？你是娴妃娘娘？原来您就是苏家大小姐。你们世家望族都是一丘之貉，就是。无论世家望族还是寒门百姓，都是平等的。要告御状是吗？我来。我苏乐于今日击鼓鸣冤，不为自己，更不为苏家，我要为天下学子鸣冤，为明谦鸣不平，为陆月英鸣不平。科考舞弊，世人寒心。苏家小女苏乐于，今日为天下世人敲击登文鼓，望科考舞弊一案重查。乐宇，这2年的事有些蹊跷。你我刚从书院出来，便遇到了殷从，然后隐藏了这么久的书院就被查封了。你感觉是谁所为？还有在拒马河营地时，你我被杀手围困，殷从耶烈恰巧赶来，可事后朕得知，那个地方根本无法耶烈。陛下是怀疑殷从跟踪我们查抄了书院，拒马河是故意救我们。具体如何，朕不得而知。
但这一切像是被安排好的。陛下所言种种，的确有颇多疑点，但我相信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殷从他心中有数。希望你说的是对的。苏贤妃，你煽动学子，击鼓闹事，按律要先受杖责之刑。王大人，朝廷律例，击鼓鸣冤要先问冤，哪怕是个罪犯，也要先问冤，再问罪。王大人，贤妃说的在理，若是先用刑再查案，又有何人再敢击鼓鸣冤呢？对呀，大人说的对，是何罪之有？苏贤妃，你有何冤屈？本宫敲击登文鼓，是要为天下学子伸冤。我要状告朝廷。状告朝廷？此话可不能乱说。科举舞弊，学子鸣冤，朝廷高高举起，可如今却轻轻放下，是何故？朝廷行事，苟不自正，何以正天下？可以正天下，可以正天下，可以正天下。肃静！可我这里却有你参与舞弊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？将证人宋娘子带上来。诸位大人，小人是苏贤妃贤明殿宫中婢女。小人在苏贤妃宫中找到了苏家参与舞弊的证据，而苏贤妃便是这舞弊一案的幕后主使。那陆月英便是与他勾结，血口喷人。娘娘，小人这里可是有证据的。呈上来。签字文就是你所谓的证据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人，定是弄错了。大人，宋娘子，这签字文又能说明什么？是银票，不是签字文。我看得千真万确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来人，把这毒妇拖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大人，我真的看到了。大人，我没有冤枉他。大人，大人。王大人，还请你为民做主。苏贤妃，此事是否诬陷？本官自会查清缘由。你以戴罪之身敲击登文鼓，按律杖责20。使不得，不可以啊！使不得，王大人！为什么要打他？不可以啊，王大人！是啊，王大人，使不得呀！好啊，我这脊梁有着天下学子为我撑腰，别说杖责20，便是200，我也绝不会怕。为贤妃娘娘撑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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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撑腰！各位学子，今日贤妃愿为天下读书人受刑，我大理寺愿为天下学子重审科考舞弊一案。大人应命！大人应命！大人！既然贤妃情愿杖刑，那就怪不得本官无情了。来人！使不得！本宫恳请朝廷，望彻查科考舞弊一案，严惩罪魁祸首，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请吧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她是当朝皇妃，你胆敢动手？国法无情，
再者，也是苏贤妃自己主动请愿受刑。你我身为朝廷命官，怎能无视国法刑罚？若殷正卿执意为苏贤妃开脱，那还请陛下为他下恩旨，如何？继续行刑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别打了！大人，是啊，大人，别打了！再打了！忍着点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这是特制的药膏，能够助你伤口愈合，也可为你减轻一些痛苦。多谢陛下。你这次太冒险了，弄不好会没命的。幸好冯清在，行刑时手下留情了。臣妾命大着呢，陛下放心。要是真的会丧命的话，玄机阁那夜恐就已经没命了。但臣妾不但没有死，还成为了陛下的贤妃。其中缘由，亦或不可明说吧。你我皆身在朝堂，幸有你相伴，朝夕相处，让朕不再孤单。虽你身在朝局，却还是以前的苏乐玉，心怀正义，无所畏惧。但朕自登基以来，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，有时候都有点记不清曾经的自己了。陛下，心不困于方寸，所望之处，皆是天高海阔。乐玉，你信朕吗？我信。我不仅信陛下能够还我清白，我还信陛下能够铲除朝堂奸佞，扫除这世间的不公。他们以为自己能只手遮天，掩盖真相，扰乱朝堂。朕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。匣子中的千字文是怎么回事？是杨云发现宋娘子想栽赃后，偷偷放进去的。娘娘，陛下已跟臣交代过，说您想再来国子监调查，臣已安排妥当。但娘娘的身体无妨。娘娘，这房间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，丝毫未变。冯大人辛苦。
我要见贤妃娘娘，我有要事禀报。何人喧哗？报，冯大人，外面有个举子，吵着要见贤妃娘娘，说什么也不走。是何人？新科状元刘文崇。在下惭愧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快快起来！科考舞弊一案，多谢娘娘能为天下学子敲击登文鼓。刘某虽为状元魁首，然在下却为保功名，不敢挺身而出，愧对状元之名。娘娘大义，刘某羞愧至极。你快起来吧。之前以为你是反对女子参加科考，所以才对陆月英多有讥讽，对你也颇有偏见，实在抱歉。陆月英被杀当晚，在下本来想约她和解，没成想碰到了狐妖。你也相信会是狐妖杀人吗？怎么可能？哪有狐妖会受伤流血的呀？我觉得应该是凶手扮成了狐妖的样子。那你可记得，凶手伤到哪里了？好像是右手。右手。冯大人，娘娘，狐妖的尾巴露出来了。走。慢点，娘娘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不可能！你什么人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觉得我是人还是鬼？鬼啊！鬼啊！是人是鬼？是人是鬼？王大人！王大人！王大人救我！王大人！王大人！救我！孟公子，你口中的那个王大人，便是那个让你扮妖杀人、污蔑忠良的幕后主使吧？苏家的大小姐，我的苦楚，你们根本不懂。你与陆月英同窗多年，你怎能对她下如此毒手？陆娘子在我辈学子中才华最为出众，是学子中最受瞩目的那人，而我不管怎么努力，却都赶不上她。这次科考一结束，你我终于可以好好痛饮一番了。你我没有世家举荐，即使中举了，也无法为官。在下劝你一句。你又来这套！我说过，我陆月英只凭真才实学，绝不攀附世家。陆娘子恃才傲物，她看不上那些世家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乃是前宰相陆九章之女，如此惺惺作态，她又怎会懂我等寒门之苦？所以你便投靠了王家，条件便是要你陷害陆月英科考舞弊。这是我唯一一次能获得举荐的机会。事成之后，6步之内必有你的一席之地。我也不想陷害陆娘子，我劝说她跟我一起投靠王家。孟兄此番若还为此事，便不要再说了。我还有事，你自便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我便开始按照王湛的话，寻找一份寿宴名单。可我找遍了屋子也没有找到，却在房间里发现了密道。我猜想这密道必定与陆月英有关。我钻出密道，穿过竹林，果然发现陆月英在城外的房子。我想名单肯定在这里，但我找寻多时无果，竟发现屋外有很多扮作狐妖的人。为了防止被发现，我便穿上陆月英的那套。等我回到国子监，突然想起王湛要我放的字条，我就在书架上找寻要放的位置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去过书院？这什么？孟之行，我原以为你我虽志向不同，但至少品行节操尚在。
你为了投靠世家，竟不惜栽赃陷害于我。我只是在为我自己奔前程，像你这种官家之女，又怎会懂我的难处？所以就可以不择手段吗？那又怎样？这世上本就弱肉强食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强者投靠世家，靠陷害他人得来的地位就是强者了。你真让人感到恶心。你住口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终归是个小人，跟我去官府，走，走。刚好那天，你穿的是狐妖的衣服，于是你便假扮狐妖，开始散布传说。所以你便将屋内放满了动物毛发，又模仿了动物抓痕，将你的杀人嫌疑嫁祸给了那虚无缥缈的狐妖。狐妖，真是狐妖！我说的没错吧？对，都对，都怪陆月英。是他瞧不起我，那我能怎么办？他有能力当上官，谁管我？在这个石头上，没有世家做倚仗，寒门学子谁？又能站在朝堂之上？杀人者难道就只有我孟之行吗？在那朝堂之上，高高在上的官员，掌握举荐名额的世家门阀，难道就不是杀人者吗？寒门学子报国无门，是朝廷失职，但这绝不是你杀人的借口。孟之行，我辈读书人，当生而自强，无官出身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你在外人面前，从来都是自称小人，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。小人孟之行，小人乃是陆娘子同窗，小人告退。而那时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从来都没有看得起你自己，也从未相信过你自己。惶惶10年，大梦一场啊！来人，带走。是。啊！学子孟之行，杀人栽赃，对其罪行供认不讳，经3法司审结，秋后问斩。刑部尚书王湛指使诬陷，结党营私，证据确凿，奏请陛下定夺。但是，陛下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，陛下，陛下！王湛，你公然违抗国法，剥夺其刑部尚书一职，押至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大理寺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绝没有指使他，陛下，太师救我，陛下，你听我说，臣绝对没有指使他，陛下。
娘娘，陛下已经在寝宫等您了，特命老奴恭迎娘娘回宫。多谢徐公公。徐公公乃内廷总管，侍奉过先皇和陛下，能来接乐于回宫，乐于荣幸之至。都是先皇和陛下看得起老奴。徐公公，玄机阁内夜，公公也在吧？从昌定桥到这探花一案，陛下一直在暗中助我。他看似与世家站在一起，实则恰恰相反。他承先帝遗志，正在逐步削弱世家的势力。娘娘这话老奴听不懂。那我便再说得明了些。玄机阁内夜，晋王府的府兵并没有杀害禁军，剿灭的是隶属秦家势力假扮禁军的昭行司叛军，对吗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若玄机阁内真是护卫先帝的禁军，那么晋王就是谋反；但如果是属于秦家势力的昭行司兵马先围住了玄机阁，那么带兵入宫的晋王看似谋反血洗玄机阁，实则恰恰相反，晋王乃是秦王救驾。徐公公，我说的对吗？陛下常说以身正道，娘娘与陛下少时曾一同受先帝教诲，该比老奴更懂这个理。常衍哥哥，驱除晦气，浴火重生。安婉他们呢？才出狱，莫要回头，忌讳。陛下什么时候比臣妾还要讲究这些了？到了。柚子叶洗手，驱邪避讳，好运将至。陛下还有什么别的讲究吗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披红挂彩，如意吉祥。红绳相系，皆同行。那月，
这些日子，你受委屈了。陛下忍辱负重，背负骂名，才是真委屈。一时爱人，一日爱月，一月爱年。常言哥哥，这么多个日日夜夜，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常言哥哥，这1年多受苦了。受苦了。直到最后眼里永不落，与你共赴山海的承诺，再多悲与痛，飞蛾扑过后你的沉淀，惭愧的与执着，如今渐渐沦陷，只为熄灭最初的光辉。你眼角的泪，用余生梦